我是花板。今天我们要聊男生偷吃是不是真的没有罪恶感啊？我发现很多男生其实是这样你们敢相信吗？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你们觉得偷吃应该是被抓到，应该是要跪下之类的，会紧张吧？这一集又是我们的渣男实录，来听听渣男们怎么说。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好，第一个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叫偷吃啊？要到什么程度才算？我发现每个人定义不太一样。心灵出轨也算吗？我觉得有聊天有暧昧的字眼就算了有暧昧就算偷吃了。说什么我想你啊，什么这种就算了。偷叫别人宝贝之类的。我会觉得他自己单方面喜欢他去把人家，对，但是人家不理他，还没吃到，可能就不太算偷吃。所以你要真的发生关系才算，或者他们出去约会，就真的可能真的要界定的话，可能就是还是要吃到。所以他一直乱把别人，然后没有成功就不算，好像也不行乱把别人。其实每个女生对偷吃的定义或者是容忍度也是不太一样的。刚刚小编就是言语超过就已经不行了，对。那另外一个小编是好像不太清楚怎样，就发现好像也不行，都不行。我觉得女生自己先定义什么叫偷吃，什么叫自己的底线，你才不会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可能会被他讲一讲，你又觉得好像措手不及，对，好像被他说一说，你又觉得好像也还好，但是又怪怪，又被朋友说一说，又觉得不对，然后你就会对。那我问你们，如果男友或老公偷吃，你们是有办法原谅对方的吗？我以前高中交一个男朋友的时候，我有发现他有偷传纸条给其他女生是有好感的那种言论。对，就是他们会私下讲一些很暧昧的东西，偷来。然后那个对方就是跟我道歉然后一直撸我。那时候就因为太喜欢对方，所以就原谅他。因为你不想失去他啦。那他就跟那女生断了。没有，之后还是爆发了关系。他们还是继续了。我太笨了，因为他们已经萌芽了。对，萌芽。他们你算什么？我停不下来。不是，因为他们在传纸条，他们就是萌芽了，他们已经偷跑了啊。爱情的火苗烧起来是很难弹。对啊。你这次的经验之后，你会变成是你不会再原谅。我现在长大了，我就不会再原谅对方，因为你觉得原谅一定还会有下一次啊，就是有一就有二，除非剪掉。剪掉哪里要讲清楚。好，我们进入第二点讨论是，男生偷吃的话，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罪恶感？我来访问了渣男，渣男说啊，跟女生比起来，男生真的觉得真没有什么。怎么？他说，因为大部分女生是爱他才会想跟他上床，对不对？对啊。不然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恶心嘛。对。可是大部分男生他不爱那个女生，他也可以跟她发生关系。男生是不需要以爱为前提才能跟对方发生关系的，所以女生出自于爱，但男生可以单纯只为性。确实，好像很多男生朋友是有分享说，他们真的可以性爱分开，就是他们没有认真交往的时候，都可以随便乱跟女生上床。对啊，他是不是可以在不是交往的情况下，或甚至他根本不爱对方的情况下，对吗？男生是可以的，但我完全不行，除非他长得帅。那就是行啊，所以你可以，那就是可以。可是如果真的这样的话，感觉之后还是会不小心晕船。你说还是会爱上他 ？OK， 好，有没有发现男生可以完全的分开，女生是？就算我刚开始不是因为爱，但是后来还是会爱上你，最后还是爱。对，所以女生性这件事情跟爱是无法脱钩的，但是男生是可以切割的，可以很合理的觉得，我又没爱他，你在那边气什么？我不行可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对一个男生有好感，然后男生跟他相处也是表现出我好像对你也是有好感的样子，然后后来才发现说，原来男生其实只是想上床，只想跟他上床，对，没有想要给他承诺，也没有要负责，就只是他对他的好感是纯粹身体的好感，对。但是女生以为他是有爱我，就对了，女生觉得那男生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喜欢我，就一直在催眠自己，但其实没有。OK， 所以这里是不是有发现，女生对于这件事情会觉得你应该也是有爱我才会想跟我上床，对，结果男生不是，男生就是为上床而上床，但我不一定有爱你。但你会以为他追你，他想跟你上床，释出的这些好感都是因为爱你，其实只是爱你的身体。好，我们要再讨论第三点，就是就算是男生觉得这个事情没什么，我也不是因为爱他才跟他发生关系的，不代表女生就可以接受啊。他说呢，这件事情对女生来说可能是很宝贵、很慎重、很珍贵，要付出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对男生来说，就很像打一场篮球，你知道吗？就是流汗的运动而已。怎么可以这样？这就是一个15分钟的小运动，就好像你泡个面，然后10分钟痛快的吃完了，然后觉得很好吃、很爽这样而已。更辣的来了，要听吗？他说，反正有的吃就吃，没有就算了啊，有吃也不代表就有爱那个女生。你不挑他说你打个篮球，你不会就爱上篮球，你只会觉得篮球很好玩而已，就是并不像女生觉得的要多爱才可以发生关系，可以完全没有爱，也可以觉得就不错吃啊，就还可以吃，就这样而已没有就算了。他说男生的心情就是如此的轻松，所以女生真的不用觉得男生去偷吃就代表很爱对方，
不用这样想，他说他有可能根本就没有爱对方啊，所以女生不要再这么觉得我跟别人怎样就是我很爱对方了，没有，这样这个解释可以接受吗？不行，他就没有爱对方啊，所以我只是一颗篮球。没有，他有爱你啊，他爱我，但是干嘛对他没有爱对方，干嘛不跟我就好，还要去找别人，就想要吃一个泡面这样，饿了，怎么可以讲这么离谱的？不行不行，不行。那女生对于这件事情的道德标准如此之高，对女生是好事吗？是好的吗？你会不会觉得男生这样很轻松？他没有任何包袱，他不会觉得愧疚或很多的道德绑架，我开心就好。可是女生为什么却有这么多的包袱？什么脏不脏啦，随不随便啊，可不可以啦？我这样怎么样？这么多周边的这个，男生是没有。对，女生很辛苦，对不对？女生为什么没办法，不能像吃个泡面一样就把泡面丢了？对耶，我们没有办法，我的心灵不爱你，可是我的身体给了你。对。然后我们也没办法，我爱你，但跟他发生关系，不行。这样女生是不是很吃亏啊？有一点，是不是有点吃亏啊？真的很吃亏。对啊，你一定要同一个人，而且还很不轻易的给别人，然后心情还不轻松，还绑架了一大堆道德的东西跟自我的认定，一直觉得自己对不对、脏不脏、O 不 OK， 好多的自我怀疑都绑架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我们就用这件事情想要去绑定男生的时候，男生跟你说他只是打篮球而已。那个标准落差之大，这男女到底怎么相处的感觉？那我们要学他们打篮球跟吃泡面吗？但是你就发现，那男生却又不希望女生这样，对不对？男生有希望女生这样吗？你们女生这样的时候，男生有开心吗？男生就又要批判你，对，又要说啊，嫌我们很脏怎样？对啊，他自己都不脏，嘿呀，要公所以平一点。男生对自己跟对女生的标准双标嘛，我可以，你不行。对对，双标理所当然去了。对，所以男女之间就会有很大的这个隔阂啊，所以渣男就一直觉得又没什么，可能女生会一直觉得你怎么可以说没什么，然后就永远在这边吵。真的。好，然后呢，我就继续问这个渣男说，那如果男生不觉得发生关系有什么，如果你回家看到女友啊、老婆啊，你认真的觉得没有对不起他的感觉吗？怎么可能？你们觉得还是会有点歉疚感，会心虚吧？看到老婆小孩，然后爸爸，对啊，老公你下班了，你小孩在这，然后你刚刚他应该要痛哭，对不对？对。好，他说，哎，看人啦，大部分男生真的不会有罪恶感。哦，有个男同事默默走过去说，为什么他们不会有罪恶感呢？他说啊，因为我又没有不爱我老婆啊，我也没有不爱我小孩啊，哦，我也没有要跟我老婆离婚啊。我就没有要抛弃你们，没有要跟你们分开，我很爱你们啊！我为什么要有罪恶感？什么鬼？这个可以理解这个感觉吗？就是因为女生通常在这个 moment 都会想说，不是啊，那如果你很爱家、爱老婆、爱小孩，为什么你还要跟别人上床？可他就觉得啊，就两件事啊，就跟你说我们性爱可以分开，你是听不懂吗？这不妨碍我爱你们，我不爱他，所以我不会拿外面的女人跟我老婆比，这两个女人不用放在一起比，我又不想跟那个女的在一起，我根本不要再见到她，我都无所谓。但我想跟我老婆在一起，我很爱我老婆。那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对啊，这不懂哎。他说，如果我老婆是想要去跟外面的女人比，是搞不清楚自己的价值。当然，这个是渣男的立场，会觉得你们两个没有必要拿来比。我不是要你接受他的观念，而是我只是想要让女生更了解男性对不同女人的分类，在他们心中这是不一样的价值，去理解这个就可以了。但我没有说你一定要去接受这个逻辑。对，你还是可以不接受，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个无用的言论，想要洗脑我。所以有没有发现，男生分得非常清楚，爱就是爱，性就是性。不同的女人，我是有爱她才跟她有性行为，或者是我根本没爱她，只要性行为，他们真的切得很干净，所以他们可以同时有很多不同的女生，然后对她都是不同的价值。可是女生经常是要把所有的功能、所有东西灌在一个人身上。对，你又要是我的老公或男友、最好的朋友，什么事都要跟你讲，你要帮我处理一切，所以你对他的依赖就很重。可是男生是把它切割成很多的小功能。他对你的依赖没有那么重，并且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又可以取舍。他把它切得比较零碎一点，重要性也没有那么的集中、独一无二跟集中。可是女生的所有一切就会绕在这个男人身上，为他做决定。对，爱情的重量对男人跟对女人来说有极大的不同。如果你可以选择当男人、女人，你还要当女人吗？我要当男的。是不是发现他们好没有负担啊？好轻松哦。对，今天这一整集听完有没有觉得比较可以理解了？还是听完觉得说怎么不去使呢？去使，先剪掉再去使。我这一集其实不是在量合适啦，我只是在想要沟通渣男跟女生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有一点点互相理解的地方，但是看来今天我们失败了。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也可以追我的 IG 哦。